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许兰芳，欢迎收看 Dr. Gracie。今天要讨论的是弟弟的状态不太对劲，我该紧张吗？我来整理你观众的提问的时候，发现有几个问题的提到的频率很高，然后都跟龟头相关，所以我就把它集合起来。第一题是弟弟上面出现息肉或漏牙，是保养品差太多还是性病？就是有一种呢是比较明显的，就是如果你的龟头是沿着冠状沟出现一颗一颗很整齐排一圈，像珍珠项链的那种，叫珍珠疹，这个是良性的，没有关系。但是如果是性病的话，像比如说像菜花，菜花一开始会出现的肉芽，菜花不是一开始就是一朵花在你面前让你知道，它是从小小的肉芽红红的，然后开始慢慢的，你要长成一朵花，你也要小种子吧，它就是慢慢的这样慢慢长。当你发现已经有一朵花的时候，那个已经前面你不知道传染给多少人了，最好还是去泌尿科，请泌尿科医师帮你判断，你那个是良性的珍珠疹，还是你保养品差太多。因为理论上龟头的肉芽的话，你要么只有珍珠疹是良性的，你或者其他就有可能是性病的前兆。第二题，冠状沟出现一点白点，像是痘痘的东西，没有持续变大或消退，但数量也没有增多，它是什么情况？冠状沟如果你出现一个白点，它如果没有持续增生或变大，或者是什么会让你不舒服的状况的话，有可能是皮脂腺增生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依照你的文字就说你这个有没有问题，因为其实不管是有可能是性病啊，有可能是感染，有可能是霉菌感染等等的，都有可能有这些状况，所以我觉得最好分辨的是，如果这个症状，第一个它没有持续变化，或者它没有造成你排尿不顺，或是有异常的分泌物，或是会灼热感、会痛，你可以再观察。我个人还是觉得小心起见，你可以去看一下泌尿科医师，让医生看哦，你那一颗是什么，也有可能是一些比较罕见的病灶，你要及时去处理的，这些都有可能。那如果医师说哦可以再观察，那真的没有什么变化，那就这样就好了。淋病就是你的分泌物有黄绿色的，很明显它就是性病。没有，可是它很明显啊，我指的是可能不那么明显的病灶，可是你要注意。如果真的要指的话，就是癌症。通常癌症都是不明显，然后不痛不怎么样，等你真的有问题的时候，它就是癌症。会发生在弟弟上面的癌症是攝護腺？没有啊，阴茎癌，阴茎本身也有癌如果你的那个包皮垢太多，它一直反复造成龟头刺激。癌症怎么来的？就是你全身那个地方容易有癌症，就是反复刺激它。比如说你一个伤口都没有好，一直在刺激，它就很容易变成癌化。那如果你阴茎，你那个污垢对龟头来说，它就是一个刺激。那如果你长期让它这样子，久而久之是会有阴茎癌。阴茎癌呢，初步有可能就是你的龟头有持续性的红斑或白斑。那再来严重一点，可能会分布到你的阴茎上面，你会有肿大的问题。那再来再严重一点，可能你的属西部的淋巴结就会开始肿起来，就开始不舒服。如果你有持续性的白斑、红斑或者什么，然后加上你是长期不觉得有污垢怎么样，不就是污垢不清或者怎么，那你可能去看医生，说不定你就是阴茎癌的候选人。那第三题，龟头泛白、缺乏血色、敏感度钝化，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吗？龟头本身它不管你有没有充血，它都是紫紫黑黑红红的。那如果你泛白的话，有可能是你的包皮垢，也有可能是油脂。那再来严重一点，有可能就是你的那个角质比较厚。那或者呢，就是你感染一些霉菌啊、真菌、细菌，让你的龟头看起来白白的。那再严重一点，就有可能是癌化的前兆。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泛白，所以我还是建议你去泌尿科看医师会比较好。至少敢问，我觉得很好。那我希望你们更敢去看医生就医，我觉得这个是更实际帮助自己的问题，而不是问了问题然后得到一个安心的选择之一。哦，那我可能说服自己是这个，然后就不去看医生。就问问题，然后面对问题，然后再去解决它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这还是我们做影片最终的目的，希望大家可以面对自己的问题，去找到解决的办法，这是最好的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人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